那好，那我呢给大家接下来呢做了一些很多的测试哈，就用发条做的测试，在这个测试的过程当中来给大家讲，这样子你们就会更清楚啊，到底你们店里面应该具备哪一些染膏能帮助你们达成你们的效果，好吗？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把过一下啊，这个先过一下。好，大家应该看到桌面上的这个图片了啊。这张图片呢，是哪些颜色呢？哈，我先给你们分析一下，你们不要去着急哈，不要一定要去用这些颜色来去对比你们店里面的染膏啊，因为都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品牌的色号，每一个品牌的色素含量都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不要去急啊。好，来，我们看一下，那这些染膏色号的奥秘是来自于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大家看一下，这些颜色都是染在3度、6度和9度的发条上面的。啊，我选了一些颜色，主要选的是什么呢？以蓝色为主色调的一些颜色。例如12-11啊，全部是点腰的啊，点腰是什么？以蓝色为主的一些色调。当然有一些店里面说啊，我们家里面的这个蓝是什么？是这个是8，对吧？说我们店里面的这个11是灰啊，不重要，就是你们按照你们自己的就好了。我现在告诉你们的就是这个染膏本身它的这个染潜力是根据什么东西来的啊？那以蓝为主，来大家看一下369的哈。我都选用的是多少度的双氧呢？我都选用的是9%的双氧啊，跟染膏调配好了，直接涂在了369的发条上面。为什么我会选择9%的双氧？因为9%的双氧可以在3度的头发上体现它的染潜力，对吧？又不会，因为是发条又不是真人的头发，所以没关系啊。6%和9%其实上这个发条上面的颜色其实差不多的，只是伤害会大一点，但是发条又没有关系。所以我就用9%的上369的头发上。首先第一个颜色，我们称它为叫做12.11。12.11这个颜色是什么呢？这个染膏里面是没有色度的，没有色度。什么是没有色度？就是这个染膏里面没有基色，没有基色。没有基色就是这个染膏当中只含有灰蓝色的色调啊，它就更接近于什么呀？就更接近于日系的染膏，对不对？很多的日系染膏里面的色度有一些是没色度的，有一些色度特别少，也就是没有基色。就这个染膏是专门帮助你们来染浅头发的，所以你会发觉第一个12.11在黑发上的染浅度就特别强，它染浅的黑发染浅度就很强。但是这个染膏里面的色素啊，本身的这个蓝灰色的色素就会比较什么？就会比较淡啊，呈现出这个蓝灰色的颜色就会比较淡。它可以在6度的发条上也可以再染浅，你看6度发条是这样，它也可以再染浅，还可以染浅1到1.5度这个样子。它甚至把发条都染浅到了7.5这个样子啊，7度到7.5的这个感觉，所以它还能在这个原来的基础上还能染浅。也就是说12.11这个颜色更接近于它的染浅力是最强的，但是它色素浓度会偏低啊，会比较淡啊，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12.11这个颜色呢，我呢也用它呢做了一个白色，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白色嘛，所以我在做测试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个白色。那这个白色是怎么做的呢？就很简单啊，我就把9度的发条 OK， 再用漂粉和双氧漂了一遍，漂浅到了9.5度这个样子，甚至9.5度再浅一点点啊，9.5度的样子。然后我用12.11涂在这3个发条上面的这个产品啊，涂完了以后不是剩了一点点吗？它剩了一点点，我就怕就别浪费了，是不是？剩了一点12.11我就没浪费，没浪费以后呢，我就加入了一些洗发水，就把12.11给冲淡了。冲淡了以后啊，调好以后，我就涂在了这个我刚刚漂过的9.5度这个发条上面，然后我再去做这些测试，可能等了20-30分钟，我回来以后我一看哦白了，我就把它洗掉了，它就变成了12.11现在这个状况，这个白色的效果啊，它是一个纯白色，它不是那种像是亮白的发蓝的，它是纯白色啊。旁边这个的是什么？是灰的发灰的，这个是个纯白色，也就是12.11在淡化了以后，在我们的9.5度的头发上是能够做出来纯白色的。当然如果你想再做的银白色一点，那我们这个
点1或者紫会稍微再加多一点点，它就会比现在更怎么样？更发白，就是我们说银白色，这个就是一个纯白色，好不好 ？OK， 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好了，这个是我们说的12.11，燃浅度很高，但是色素很淡。右面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强蓝。什么是加强蓝？就是你们用的工具色，0-88呀，是吧？还有很多牌子里面就是它有工具色加强蓝。你会发觉这个加强蓝，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有很多的加强蓝，它的这个燃潜力不行，就燃潜力不高，就没什么燃潜力，但是色素浓度怎么样？非常的高，就是这个蓝特别的浓郁哦，色素浓度很高，甚至在6度的底色上都有很多的颜色怎么样附着在上面。你看6度的底色是橙色，你看这个蓝上去以后都有点什么，还是有一点点发蓝的感觉啊，有一点点的这种灰蓝的效果，很蓝很蓝，因为色素太浓了，直接用这个加强蓝啊，也没有冲淡，直接来做，这个就是我们说加强蓝，燃潜力低，但是色素很浓很高。然后下面的这两个是什么呢？一个是6-11，一个是7-1啊。6-11是什么？它是一个双色调的颜色。什么是双色调？小数点后面有2位的，我们称它为叫做双色调。双色调呢，就代表这个染膏当中它的蓝色含量会比较多，所以你看这发条就会发现6-11染出来的是不是比7-11更蓝呢？对不对？为什么？因为6-11这个染膏当中蓝色含量比较多，所以它在9度上会比较蓝。那7-1是怎么样？它就没有那么多的蓝，因为它是单色调，对吧？所以它的蓝就没有那么的多。OK， 但是呢7-1它的蓝没有那么多，但是它的基色含量就会怎么样？基色含量就会多。就像我们说的一个染膏当中，色调含的少，基色含的就会怎么？就会多。那如果色调含的多，相对来说它的基色就会怎么？含的比较少。所以6-11这个颜色它的蓝量就会比较多，所以它在你看它在这个6度的底色上也会呈现出发青的效果。它的燃潜力也还是可以，燃潜力其实是一样的啊，7-1啊和6-1的燃潜力是差不多的，但是7-1和6-1的颜色上去的感觉是不同的，这个就是一个单色调一个双色调的一个区别啊，6-11和7-1，好不好？那讲到这里呢，来我们一会看一下，来讲到这里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有一个概念大家要很清楚啊，就是这个染膏呢。来，大家看一下啊，刚刚说的12-11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染膏当中啊，它的燃潜力是不是很强啊？它的燃潜力很强。然后这个染膏里面是没有色度的，没有色度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没有基色呀？没有基色。这个12只是代表它啊没有基色而已，它可不是12的哦，它里面没有基色，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染膏里面全部都是色调，全部是这个色调的颜色。但是我刚刚说那个6-11，它就怎么样？它里面就有基色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染膏当中，它除了含有1的这个色调以外，它还含有什么？它还含有6度的基色。6度的基色是什么颜色？我在第1堂课的时候给大家说过，对不对？黑、棕、金，6是7的深一点，它是什么？也就是说6-11这个颜色里面是含有深金色的颜色的。是含有深金色的这个基色在里面，然后还有这个，那7-1是什么？那7-1是什么？7-1里面含不含基色？它也含基色，只是它含7度的基色，而且它含的基色还特别多，它含有7色特别多，它1会比较少，它的蓝会比较少。我想画这个图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颜色，要么它就只有色调，像刚刚说的那个。加强蓝它有没有基色？它没有基色哦。像你们店里面这个0-88，是不是0-88呀？加强蓝哈，0-88，它里面有没有基色？没有基色，全是.88，全是蓝，因为蓝色色素特别浓，就很重。OK， 那染膏呢？它里面是这样子，你记得染膏就是这么多。如果这个染膏里面的色调，就这些色调含的特别多，它的基色相对来说含的就会比较少。那基色含有的多，相对来说色调就会含的什么比较少，明白我意思吧？色调含的多和色度含的多会有它不同的用途。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看的时间到了啊，但是我给大家举最后一个例子。
如果这个地方啊，它不是7-1，它是6-1，这样子你会比较好理解嘛。假如说它是6-1，好，6-1 ，OK。那以这2个颜色为准啊，6-11染出来当然是怎么样？蓝色的效果会很强，因为它色调多。6-1就没有那么蓝。但是当你把头发漂好了以后，这个头发是花的，能懂我意思吧？头发是花的，没漂好，很不均匀啊，这儿浅一块，那深一块，是花的。这个时候这2个颜色，你选哪个颜色染完了以后是均匀的？更均匀啊，不是说均匀，就更均匀，是6-1，是6-1。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基色含量多，所以它染出来就会更均匀，因为基色的遮盖力会好。如果你的头发的底色是很花的，你选择6-11染出来就会比6-1要更花，明白？好，那如果是盖白头发、盖白发，6-11和6-1这2个颜色，哪个盖白发盖得好？你们的回答一定是统一的，为什么？因为一定是6.1，为什么？因为它里面基色多呀。我再加个6号来比较，这3个颜色哪个盖白发盖得好？那肯定是6号嘛，因为它全是基色呀，深金色的基色，这个基色的遮盖率一定是好的呀，是不是？比这些色调的遮盖率要好。所以在盖白发上的遮盖率方面，色调越多，它的遮盖率相对来说就会怎么样？就会越差。基色含量越多，它的遮盖率就会怎么样？越好。明白我意思吧？当然这个东西我会在后面的话会跟大家详细的讲解染膏当中有多少种这样子的颜色，后面还会给大家讲解非常多的关于染膏的知识，好不好？那今天呢，我的这个内容呢就基本上到这里。